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？发现朋友借了钱以后呢，一直不提还钱，你心里堵得慌，但又不好意思开口问。或者合作伙伴明明还没做完事情，却跟你说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结果呢搞砸了，你还得背锅。最要命的是，有时候身边亲近的人撒了个特别明显的谎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但就是不敢拆穿，怕伤了感情。这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，明明知道有问题，但就是卡在那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咱们聊聊亲密谎言第8章，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难题的。不是教我们怎么吵架啊，而是教我们一招，怎么用对峙这个方法，既把事情搞清楚，又不把关系搞砸。听起来这是不是挺有用的？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先说到这个对峙这个词，一提到对峙，你是不是脑子里就想到了吵架，指着对方大喊你怎么能骗我这种画面？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亲密谎言的作者苏珊·福沃德说了，这完全是误解。真正的对峙其实更像是怎么说呢，就像给关系做一个体检。你想啊，咱们去医院体检，医生会问你哪儿不舒服会检查各项指标，对不对？但你不会觉得医生在攻击你，反而觉得这是在帮你了解身体的状况。其实对峙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的目的不是要跟对方分出个你死我活，而是要搞清楚这段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还有没有救，对方到底愿不愿意配合解决。那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敢开口呢？说实话，我观察了身边很多人，发现大家不敢对峙，主要大概会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刚才说的，把对峙当成了吵架，当成了打架，一想到要对峙，就觉得会撕破脸，以后没法相处了。第二个呢，觉得主动提出问题显得自己小气了，比如朋友借钱不还，你去要，总觉得显得自己特别计较钱，不够大方。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怕关系闹崩了，现在虽然憋屈，但起码呢表面上还很和谐，但万一说破了，那表面功夫都没了怎么办？这3种担心呢，说白了都可以理解，但是吧，问题在于你不说，事情会自己变好吗？显然不会啊，反而会越积越深，最后真的爆发起来，那叫一个惨烈呢。给大家讲个我朋友的事儿吧。她发现她男朋友偷偷的和前任女友聊暧昧信息，当时气得不行。她男朋友一看被发现了，马上跪地求饶，说宝贝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联系他了。这个戏码是不是很熟悉？我朋友心一软就原谅了，觉得既然道歉了，那就算了吧。结果呢，过了2个月，她又发现了这个男朋友还在和他的前女友偷偷联系。这次她彻底的崩溃了，跑来跟我哭诉，我已经原谅他了，为什么还会这么痛苦？作者福沃德在书里就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，他说原谅是分2种的，一种是被迫原谅，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个女朋友一样因为她男朋友道歉了，或者周围的人说算了吧，都是小事儿，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原谅了。这种原谅其实是在逃避这个问题，是在逃避。另一种原谅呢，是真正的原谅，是在把事情彻底搞清楚之后，对方也确实承担了责任，做出了改变之后，你主动选择的原谅。那这2者有什么区别呢？前者呢是假装问题不存在，后者是接受现实并重新开始。你看我刚讲的我那个女朋友，她以为原谅了就能回到从前，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事儿依然存在，并没有解决。她男朋友没有真正的承担责任，行为模式也没有发生改变，她心里的伤害，她心里的痛苦当然不会解决，而且也好不了。这就是作者说的原谅陷阱。以为原谅就能解决一切，
其实只是在自欺欺人。OK， 既然对峙这么重要，那到底该怎么对峙呢？作者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实用的公式，8个字：事实、感受、要求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威力巨大。咱们往下说啊。第一步，摆事实，就是把事实亮出来，摆出来。不要说啊，你老是说谎，这种话没用的，对方肯定会反驳。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是把你看到的、听到的具体事情、具体事实列出来。比如，上周三你说要加班，但我下午4点路过你公司楼下的时候，看到你车，不在停车场。比如说，你说啊，这个月只花了3000块，但我看银行账单显示的是5000块。看出差别了吗？具体的事实，对方很难否认，也就不容易产生争吵。第二步，感受，说出感受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要说我感到，不要说我觉得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者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后者呢是在给对方做判断。咱们说一个错误的事例啊，我觉得你不值得信任，这是给对方下了判断，这个会让对方产生防御的机制。而正确的事例应该是，我感到很困惑，也很失望。这是自己的情绪，而且呢，更容易让对方去理解。那作者说的第三步，要求，是提出你的要求，提要求。最后要明确的说出你的期待。你看，前面我们经过了摆事实、谈感受，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提我的要求了呢？这个时候不要模模糊糊的说，哎呀，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。哇，这个太笼统太模糊了，我们要具体的谈。比如说，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。比如说，以后超过500块的支出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。书里有一个例子，讲有一个叫海伦的女士，一开始呢，她总是指责她的丈夫懦弱不负责任，结果呢，她的丈夫要么沉默，要么反击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后来她改变了说法，她说啊，你在网上和别的女人聊这些话题，这是不是摆出的事实？我感到很伤心，觉得被羞辱了。这是第二步，她讲了她的感受。然后海伦接着说，我希望你能停止这种行为。这是不是第三步，要求？讲事实，谈感受，提要求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她的丈夫这次没有反驳，而是开始认真的思考自己的行为。这就是这个方法的威力啊！当然了，不同类型的问题要求也不一样啊。如果是金钱问题，可以要求建立透明的财务管理，比如说每个月的15号一起检查账单。如果是感情背叛的问题呢，可以要求对方完全断绝和第三者的联系，并且让你看到证据。或者是成瘾的问题，那就必须要求对方寻找专业的帮助，光靠承诺是完全不够的呀。不过呢，书里的这个方法啊，它是外国专家总结的，咱们中国人用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表达方式。比如说你不要直接的去说你撒谎了，你可以说啊，这个信息和我了解的不太一样，这样既表达了意思，又不会显得特冲。毕竟嘛，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的，太直接了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说到这儿呢，可能有朋友会问啊，对峙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我觉得吧，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解决具体的矛盾。每一次成功的对峙，其实是在告诉对方，也是在告诉你自己，我有权利了解真相，我有能力面对真相。这种自我肯定的感觉真的是太重要了，任何时候。那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活得憋屈，就是因为总是在被动的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版本，而不敢主动的去验证真相。对峙就是夺回主动权的方式。
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对峙其实是对关系质量的检验。你想，真正健康的关系是经得起真相考验的。如果一段关系因为你追求真相就破裂了，你想，这说明这段关系本来就是有问题的，早点结束也许反而是好的。那反过来，如果对方愿意诚实的面对，愿意配合解决问题，那这段关系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3点。第一，对峙可不是吵架，是为了搞清楚情况，做出明智的决定。第二呢，不经过对峙的原谅往往是无效的，因为问题的根源根本就没有解决。那第三呢，事实、感受、要求的这8字公式是对峙的基本方法。如果你现在就面临着需要对峙的情况，我的建议是先别急着行动，花点时间把事实整理清楚，想想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明确一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，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，用我们今天的方法试试看。记住，目标咱不是赢，而是让关系更加真实，更加的健康。下一期我们会聊《亲密谎言》这本书的第9章。当你鼓起勇气对峙了，对方却否认对方转移话题，甚至反过来指责你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想想这个问题太实用了，因为很多人都会遇到。到时候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为你读书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历。我们下期再聊。